今天大家看看是什么让我们团队精英运动员，包括这个业余不精英运动员，都止步在了第4组，放弃了最后一组。就跑了4个，我们就结束了。我刚才都出现幻觉了。我记得一开始第一圈看见大学先生的时候，他穿的是红色的衣服，当时都懵了。哎，大家，我是早路。7月16号星期四，又来大阪城了。今天是我们这周的第3次合练。对，第一次是周2，10个200，昨天是6公里阈值，今天是5个2公里，中间间隔80秒。田中先生说的是计划配速跟之前一样，3分25。争取今天能跟几组吧。这个3分25的2公里对我来说太难了。先接水，我今天又是3包电解质，今天有糖，今天有1包糖，这萨路斯的，还有那天跟大家说那个开普敦马拉松博览会上拿的那个100，多少？那是10毫克什么什么，忘了是什么了，反正有咖啡因没有能量的一个东西。就因为那个接完是红色的，看没？太热了，热身到这儿不到3公里，已经湿透了。现在一周基本上2趟半强度，就周2那个不算大强度，今天这个是最大的，这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慢慢适应，看看能跟多少是多少。因为其实不是强度问题，是高手们太快了，不在我的承载范围内。我今天带了个不能算秘密武器了，这都快过期了，一直没想起来。还有这甜菜根，说这运动就高强度之前，高浓度摄入更能顶。看我这汗还低的，去起点。今天我们就4个人，今天石川先生不在。今天课很艰难，在大家看这艰难的4个2公里之前，大家分享。我认为，那位小伙伴在讨论说耐力是速度的基础这件事儿，对，说的没错，耐力肯定是速度的基础。就像今天我们这5个2公里，4个2公里，或者像昨天的6公里阈值，这些东西你没有耐力，你跑不了，肯定是跑不了的。你比方说，你说短一点我能跑，说400米间歇我能跑，对，但是很多没有经过训练的人跑400米其实也是掉速的。那上学的时候都参加过运动会，临时起报的400米的比赛，是不是到最后100-200米也要死要活的？所以速度是耐力的基础，耐力是速度的基础，但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做法。就像上周会员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到我这程度，或者说不用到我，就到我们大家能见到我们这跑团所有人的程度，就是全马慢一点的也4个小时以内，快一点都2个小时40以内。它耐力已经不再是问题和瓶颈，就是每个人的耐力其实也是有上限的。我认为你不是说我一直跑我就能耐力就能一直提升。什么意思呢？就是比方说你现在就永远是这个年纪的你就一直跑，你也不太可能马拉松一开始你跑2小时38你觉得累，后来你跑2小时38你就觉得不累，也不会的。就专业选手，你们看萨维、吉普乔格这样的，他跑完一场比赛他也累，也是精疲力尽，都是这样。那你说专业运动员像他们可能1个月做的时候1000多公里，耐力不好，耐力也好，耐力是基础，但是耐力也有天花板，而且到一定程度之后，提升耐力也会变得有很明显的边际效应。那怎么办？那才是要开始努力的练速度。但是呢，那条评论的回复是在我跟一位特年轻的小伙伴，我说年轻就先干速度，小伙子，这是我特别真心的话，我练到现在的真心话。因为耐力虽然有天花板，有边际效应，但是耐力的提升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件事情，它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没有速度那么大。就是耐力这事儿，你只要有时间有意愿就可以提升。
就可以慢慢的提升。你可能过了60多岁才会慢慢的开始下降，哎，就这么回事。但是速度这个事儿呢，你看今天跟我们一起跑的，他最后你要就我跟田中贤掉了1点，我掉了挺多，我们2个几乎同岁，他大我几个月。另外都30出头的小伙子，而且人家练的速度练的效果就是好，人家练了2年的速度就赶上我练10年。哦，没有10年，我一开始没练速度，就赶上我练3、4年的吧，差不多就是这样。大家都是练一样的课，所以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情况跟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我还是坚持我那观点，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们，年轻人不肥胖，没有，就是以前比如你没有因为踢球或者打球跟腱出问题或者膝盖出问题的都健康的小伙伴们，一开始你不一定练那个速度是说我要练冲刺，我要练100、200、400的间歇，而是说一开始跑快一点，把速度先顶起来，因为你一开始了不起了，你的有氧能力也就是3、5公里，哎，慢慢的能跑8公里，再慢慢能跑10公里。但是说实话，你看我现在6分06，就你说你22、23岁的小伙子，你就这样跑，你跑15公里、20公里，其实说实话也没什么用，真心的，你不如努力把你的1公里的极限速度往上顶。你要是1公里一抬腿能跑2分45，那你未来的天花板是非常高的。等你的有氧能力、阈值能力通过积累变强以后，你再去跑马拉松，你跑3分45的配速，你会觉得很轻松舒适。而我第一次挑战3分45失败，那次跑了2小时45，北京马拉松到后边掉了。那就是我每1公里都跟跑阈值、跑间歇似的。因为那时候我的1公里的极限速度可能才3分20多，你让我跑3分40多的马拉松，那对我的压力肯定是巨大的，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儿。我们看我们呢本来计划的5个，实际只跑了4个的艰难的4个2公里。走，我们5个人，太热了。我看见大黑人先生远远的跑过来了。走。完整训练呈现，快进至39分结束训练。
到。3分25，第1公里。哎呀！327，还是还要这个路。赶紧抓紧时间喝水。看我第2座少休息10多秒。来到。ペースどれぐらいですか？あ、ペースどんなもの？ 330ゼロ。330。333。ゆうさんに頑張って。あ、続けろ。10秒前。はい。あ、でも、いいですよ。いいです。3、2、1。
我休息了73秒。320。
他第二组就掉速了。还是3:27，是吧？还距离咱们2度就完了。我休息了54秒了。65秒了，差不多差10秒。走，还是73秒。
3035，跑不动了。加油！这2公里上升30脚，换个相机。地上，哎，we final wrap 啊 ，next is final wrap for
Oh, okay. That's all. That's all. Hi. We can't run anymore. Me too. 我拿鸡。最后一个，大家决定跑4个。我休了1分钟了。走。哎。337。哎。
哎，哎，哎，哎。哎，哇，啊，338，没有了，大家就跑4个，今天都不行。啊，哎，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可以。都不行了，再次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早すぎる。強い。リサも強い。強い。あ、ありがとう、野田さん。はい、強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強すぎる。はい。さんの方は絶対余裕ありました。いや。お水もそこじゃないから。そこじゃないから。お疲れ様です。跳过第5个了，跳过第5个了，就这样。湿度太大了，30多度，体感得30多度。到夏天，大家看那个露点温度，现在都有 AI 了。我前2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时候，还是得搜索引擎搜一下它的定义，自己看看。现在你就把露点温度给 AI 就能告诉你大概是个什么感觉。就跑了4个，我们就结束了。我刚才都出现幻觉了。我记得一开始第一圈看见大学先生的时候，他穿的是红色的衣服，当时都懵了。最后一个，我快到1公里的时候，听到手表的提醒跟我说配速偏慢，当前配速3分45。我还说挺快的呀，我理解成3分35。哇，这手表坏了啊！咱慢跑这配速都不行，就随时想停下。来到。
溜。哦，水都打不住了，这就是极限呀！接水。好，小伙伴们，看看详细数据，看单圈数据。从这儿跑去热身900多米，第一个2公里平均配速3分27，第二个还是3分27，但是第二个就是先快后慢很明显了，第三个直接就3分39，第三个从500多米就跟不住了。他们应该是没掉速，他们每一个都是3分20以内应该。然后最后一个3分38，这最后一个还是顶住了，最后一个比上一个快，因为跑第3，知道5组跑第3组的感觉是很微妙的。这又是2公里的间歇，我等会儿看还能不能见着大先生，能见着他一块慢跑回去，见不到自己慢跑回去。手表说1.4天后完全恢复，我记得起跑之前应该就是没有完全恢复的状态。运动表现出色，训练负荷中等，重点是阈值，有氧效果3.2，无氧效果3.1，都是提高，很累最大心率186。加上中间的休息和最后这个1公里和前面的1公里，2个1公里的冷热身，平均心率还有171，平均步频191，因为我中间休息的时候是停着的，最高220，所以这些就不准确了。嘿，小伙伴们，7月16号星期4回来了，又冷身了4公里，走走跑跑，实在是跑不动了。哎呀，今天叫做什么？在间歇中体验全马、半马最后的掉速。就是我半马最后我都没掉过速，全马最后掉，但是都不是这么极限，就是极限体验过了。那些赛道上那些以前以为的极限，就不是极限了。这就是马拉松爱好者的速度训练的意义。你要是跑一个轻松愉快的配速，跑完一堂强度课，其实，你不能说没用，但是没有这么有用。这个心理跟身体的双重的刺激，尤其是大热天，它突然就热起来了。今天是入伏的第2天，昨天是第1天，今年就一个3伏所以还行。8月份就结束了。好吧，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认为速度和耐力，耐力就是有氧是一切的基础。你不仅仅是马拉松选手，你跑100米的、200米的中跑的选手，有氧也是一切的基础。要不然没有这个呢，它其实是没办法撑下那个训练量的。但是拔高，就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趁着年轻练速度没坏处。但是切记，在没有基础的时候，或者基础薄弱的时候，假设您现在一口气只能最多跑10公里，那你的速度训练也不能像我们似的这么顶，都是尽力而为，自己找自己的那个边界，自己去突破。这就和你去健身房练力量，我不断的尝试新的重量一样，你也不会冒冒失失的就拿一个你双手都搬不动的东西，对吧？你也不会说一直就尝试一个特轻的东西，是一回事儿。所以自己慢慢探索就对了。马拉松选手是个马拉松训练吧，是个长年累月的事情。长年累月不仅仅是坚持，也有探索和改变。行，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